最近在 Podcast 上面有讲到 iPhone 要换到 USB Type-C 的这个新闻，但是大家好，我是苹果爹。那我们今天的新闻呢，就会来讲到很多人在问的啦，最近传出来这个 iPhone 换到 USB Type-C 的新闻。可是关于这个，我们现在其实有做过一系列的影片啦。可是今天现在又有一个新的消息出来。那同时呢，我们也会讲到 Apple TV 现在传出要出一个低价的版本。那我们来看它里面细节到底是什么吧。好，那如果你们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就记得订阅频道、按下小铃铛、按赞跟分享。那我们开始吧。OK， 现在消息传出来呢，苹果要往低价的 Apple TV 发展齁。那关于这个消息呢，其实先前就有讲过非常多次。那其实先前也是有新闻传出来说，当时负责 Apple TV 的这个高层主管呢，他一直有想要往这个方向走。那这个就是说，其实在现在其他的串流平台，不管是 Amazon 啊，或是 Google 啊，他们其实都会推出一个自己的串流装置。那他要走的方向就是一个比较低价，让一般人都能负担得起。在这一系列的产品来说，他们定价都大约在40到60块美金之间。那就是一个小小的装置，然后上面有 HDMI， 你可以直接插在你的电视后面。那同时间呢，它也会给你一个遥控器，让你可以去遥控啊，操作上面的内容。当时的苹果行销高层、行销副总，就是现在已经退休的那一位。那他们当初的感觉是说，如果苹果推出这一类的产品，让整体苹果给人家这种高级感、高价感的感觉，瞬间因为一个产品而向下拉，然后因而去伤害苹果整体高端的形象。那所以当初也是因为这个理由而劝退他们想要推出这个低价版本的 Apple TV。那可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就是说，虽然说单这个装置直接插在上面的串流装置没有推出，可是苹果还是同时间跟非常多的电视供应商，就是电视品牌的供应商，像是 Sony 啊、Samsung 什么等等，在里面呢植入他们的 Apple TV App。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某方面也算是另外一种妥协。那既然有了这个 App， 为什么现在又传出这个低价版本的 Apple TV 要推出呢？那我们试想看看 Apple TV 现在的价格定位啦。一个入门 HD 的版本要150块美金，那这个是只有支援 1080p 的解析度。那再来，如果你要进到 4K 版本的话，是179美金起跳。那讲回来，我们刚刚讲的那些比较低价入门，其他厂牌推出的这些串流装置，他们都大约40、60美金之间。那同时间又给你一个遥控器嘛。那苹果的遥控器，你知道在 Apple TV 上面的那一只它其实做的质感非常的好。那我觉得它造价也不菲，可能光那一只遥控器的价格就是超越人家整个组合的价格。那如果苹果真的要推出这种低价版的串流装置的话，那我觉得势必可能在遥控器本身上面就要做一些改变，做一个比较低价的版本。那我个人的看法呢，我觉得这个现在在讨论这个或现在进行这一步是不是有意义？那我觉得很多层面去看，如果以美国现在的电视市场看来啦，美国的电视其实卖得非常的便宜，一般家庭里面他们电视汰换率也算是蛮高的可能几年就换一台电视。然后现在比较新款，可能近3、4年推出的电视里面都有 Apple TV 的这个前提下，到底有没有必要再推出一个低价版本的 Apple TV？ 因为我觉得 Apple TV 它可能本身的问题是在于，如果说苹果是想要增加这个 Apple TV Plus 的订阅量的话，那吸引点应该是在它的内容的部分。那以现在 Apple TV Plus 里面的内容来讲，对我这种平常就在用苹果的人而言，那我有买这个 Apple One 的方案，那这个本来就是包含在里面。可是如果排除这一点的话，我有没有理由，如果我今天不是这个苹果使用者的话，我有没有特别的理由需要一定去订阅这个 Apple TV Plus？ 我个人觉得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所以如果真的是要吸引更多人订阅，那我觉得应该是在内容方面的加强。可能这个是不是多了一个低价入门的装置啊 ？Apple TV 的这个串流装置或许就不是重点。但另一方面讲回来呢，当然 Apple TV App 在电视里面，他们的功能还是非常有限，基本上就是可以让你做一些 AirPlay 啊，或是让你看现在 Apple TV 上面的内容，或是你可能有购买一些电影。那可是如果更多呢，像苹果现在有 Apple Arcade 啊，什么其他的服务也想要在上面同时推出的话，那这种时候光是一个 App 可能就没有办法支援这么多他们所需要的服务。那这样呢，如果有一个比较低价版的 Apple TV， 就可以让更多人愿意去购买，然后进而他们去订阅更多里面的服务。那这样感觉起来就比较合理。可是尴尬的点啦，如果说现在 Apple TV 这个 HD 的版本，它要价要150块美金，然后 4K 版本179美金起跳。现在其实我刚提到很多这种低价，人家其他品牌这种40、60块美金，他们都支援 4K 了。那你要推出一个99美金啊、79美金的这个串流装置，然后又支援 4K 吗？这种情况，你这个高价版本的 Apple TV 跟现在低价版本的 Apple TV 之间，如果都支援 4K 的话，那里面有什么功能会特别吸引人需要去买高价的版本？那也或许苹果也到了这个时间去面对说，
现在高价版本的 Apple TV 其实就是已经没有它的市场了，我们应该就是直接把它放弃掉，然后直接专注于在这个低价版本的 Apple TV。那我想听听看你们对这个有什么想法，或是你们对现在 Apple TV 真的依赖性有多高？觉得他们里面的 Apple TV Plus 里面的内容怎么样？那或是说你们觉得他们里面有什么可以加强的地方？那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咯。OK， 那下一个我们就来讲现在刚传出来的 iPhone 会换到 USB Type C 的新闻。几个月前啦，其实就有一个消息传出来说，今年的 iPhone 14就会换到 USB Type C。那当初其实是从蛮可靠的消息来源讲出来说，他们看到这个可能性。那现在呢，郭明錤分析师他也出来讲这个部分了。那我们去反观他之前的讲嘛，他以前是说苹果不会换到 USB Type C， 就是说在 iPhone 全系列，他觉得说 iPhone 会撑到它有办法换到全无线，就是直接把充电口拔除的那一天，那我们就也不会看到从 Lightning 转到 USB Type C 的这个阶段。那现在呢，他又改变了他的讲法，那或许也是看到现在有新的消息，或是他在供应链上面有看到一些新的资讯传出来，所以他也觉得可能会经过这个转换到 USB Type C 的阶段之后呢，才会再转移到全无线的这个 iPhone。那关于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分几个层面来讲啊，就是苹果为什么到现在还是死守在 iPhone 上面使用 Lightning 的这一点。那我个人觉得第一个原因当然是现实的问题，就是钱嘛。那有很多人有不同讲法，他们觉得说苹果在这个 Lightning 线材的授权上面所得到的这个收益，对苹果来讲是一个非常小的收益，所以苹果不太可能只是单纯为了钱不愿意转到 USB Type C 上面。可是呢，我的看法是说，就算只是一个小的收益，那以现在我们知道它的价格是一条线要4块美金的这个情况下，那我们想想在全世界每一天有多少人可能线坏掉啊，或者在外面临时需要线的时候，他们需要去买这条线。那如果我们就是先预想他买的都是苹果认证的线的话，那就是每一支线每一次消费苹果就收了4块美金。那这个会是很小的收益吗？那可能以苹果现在公司的规模看来可能稍微偏小，但收益还是收益嘛。你如果今天你在苹果的高层可能在他们股东会上面要解释说做出这个决定要拔除 Lightning 的这个部分，那我觉得大股东第一个会问的问题就是说，那现在这个部分的收益是多少？好，那看到这个数字之后说，那这个部分我们要怎么来弥补这个部分的收益？那这个部分收益的瞬间消失会对公司未来的财报有什么影响？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些比较现实的问题。如果你要提出把这个东西拔除的情况下，那你同时间也要提出这个可以跟股东解释的这个配套方案。那再来呢，除了充电啦，我觉得以现在一般大众使用者方式，其实也很少人在依赖这个先用档案传输。那所以呢，如果你家里真的有多装置的情况下，不方便的点就是只有在充电的时候要找很多不一样的线材，要带不一样的线材出门而已，是不是这样？我觉得至少曾经是这样。现在呢，就算你是一个苹果全系列全家桶的使用者，你其实都会碰到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因为曾经苹果所有的行动装置都是使用 Lightning 的接口嘛，像是 iPhone 啊、iPod Touch、iPad AirPods 等等。那在之前呢 ，Mac 有自己的一个 MagSafe 充电的装置，可是在2015年之后呢，他们也改变成全面使用 USB Type C 来充电。那在2018年开始呢 ，iPad Pro 也改成使用 USB Type C 来充电。那当初有人是说，iPad Pro 是因为它是一个 Pro 的装置，它需要外接硬碟啊什么等等，所以它算是比较接近 Mac 这一类的装置。苹果在其他的 iPad 还是会保留 Lightning， 可我们到了现在看到 iPad Mini 啊，还有 iPad Air 也都一样转换到使用 USB Type C 了。那这个苹果的渐转变在过去的你可以说大概8年之间这样的转变，然后再加上现在 Android 的装置全面都是使用 USB Type C。那其实也不止 Android 啦，像我现在使用的 Sony 的相机啊，我的行动电源啊，我的无线麦克风啊，我任何其他厂牌的耳机，那还有我用来补光的这种随身 LED 灯，那甚至是我煮咖啡用的电子秤，全面都是使用 USB Type C 来充电或是供电。所以很自然的，我身上就有非常多 USB Type C 的线，那或者在我家里的这个充电头上面所连接的也都是 C2C 的充电线。那到现在这个阶段，也真的只有 iPhone 是非常依赖 Lightning 的方式来充电啦。那像我啦，可能还有其他的，我买了苹果的键盘，还有轨迹板等等，那还有 AirPods Max 不能无线充电。那其他的装置我基本上都是使用 Type C 来充电了。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真的不管是出门或是工作室或是很多地方使用上，我就感觉到 Lightning 它的不方便。那也有观众讨论到这个无线充电的地方了。那苹果现在是有推出这个 MagSafe， 以这个充电速度虽然是不快，那我们先去排除它发热，那这样的充电速度，我觉得在一般人的充电习惯上面，或许都还算够用。因为如果你是可能睡前充电啊，或者到办公室充一下电，那这样的充电方式对你的使用习惯不会有太大的影响。那也有观众提到，会不会说，iPhone 未来会推出像 iPad 后面那种智能接连，那同时又可以充电，那如果再加入这些档案传输的功能，又同时
时解决了无线啊还有有线的问题。那所以这样是不是代表苹果真的有办法去移除它的充电孔？我个人觉得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那先是苹果自家的这个 MagSafe 后，那以现在来讲，你 iPhone 就是要搭配有苹果认证的 MagSafe 充电器，才能支援到最高的15瓦。那15瓦这个速度呢，以现在的无线充电来讲，真的也不算快。那我们再去排除它可能只有一小段时间会到15瓦，因为发热会降低，还有无线功率损耗的问题，它实际充电功率也大约就是7到10瓦之间。那或许对一般大众而言可能够用，可是对很多常常需要急需充电啊，或者是对平常要边用边充电啊、玩手游啊、使用 GPS 导航的人来说，这样充电功率其实还是不太够用。那再来，如果真的没有充电孔，如果你在外面急需的时候，你要去哪找这个 MagSafe 的充电线？你在机场，你在出差，如果你没有 MagSafe 的这个认证的话，你用一般的无线充电，随时在供电，你可能在外面出差要开车啊，要使用 GPS 导航的时候，这个7.5瓦的充电速度后，可能还没有办法让你随时同时使用，然后跟充电。那在那么多的不便利下，如果苹果真的就贸然转到这个全无线的 iPhone 来讲，我觉得会让苹果瞬间少掉一大堆客户。那更不要提啦，如果说就算只是少部分，可能只有5% 的人需要用 iPhone，需要用有线的方式来传输档案。那像现在苹果在他们的 Pro 机种里面都提供这种 ProRes 这种非常大档案量的录影格式。那这种时候，如果你又没有一个很稳定有线传输的方式的话，这个档案的大小用无线传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稳定。以我自己使用情况，也没有用 AirDrop 传那么大的档案成功过。所以我想呢，苹果也可能到了现在不得不去面对现实。那如果真的要瞬间跳到无线，现在的技术跟他们现在的科技就是还没有支援到那个程度。那如果一死撑着来，你又要面对很多的不方便，客户抱怨，那甚至是现在欧盟也碰到的问题。或许呢，比较现实实际的做法就是先妥协，让 iPhone 也转到 USB Type-C 上面，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那所以郭分析师的说法呢，他的意思是说今年可能还不会，但他个人觉得有非常非常高的可能性，就是在明年 iPhone 15的时候会全面换到 USB Type-C。那我个人觉得是有点小失望，因为我本来是期待是今年 iPhone 14的时候，就像先前彭博社啊他们所传出来的消息一样，今年就会换成 USB Type-C。那以我个人来讲，我觉得这个对我使用上会方便非常多。那在上一支那支影片呢，下面也是有非常多的观众，那甚至是在我其他的影片问说你们有什么诱因会让你会升级到 iPhone 14？非常非常多，我敢说80%的人都是说，只要它充电口换成 Type-C， 我就会升级到 iPhone 14。然后以苹果现在那么在意用户的想法，然后会因为用户的需求而去改变他们的方向来讲，苹果让 iPhone 全面换到 USB Type-C 的可能性算是非常的大。那只是希望能快一点，就在今年我们就能看到 USB Type-C。那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期待。OK，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就记得订阅频道，按下小铃铛、按赞跟分享。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